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你肯定想不到，香肠和鸡蛋可以这样搭配。这个做法简单易行，出锅后味道竟然如此美味，特别下饭。这是我从一位90岁老奶奶那里学到的做法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跟着视频，看看这道香肠和鸡蛋是如何制作的吧。我们来先准备自制腊肠3条，放入温水中，用刷子轻轻刷洗腊肠表面，去除表面的盐分和杂质，特别是皱褶处，确保清洁彻底。多清洗2遍，洗干净之后，把它控水捞出来，放入盘中。香肠通常是通过蒸制来食用，但蒸出来的香肠往往较咸，口感也不尽理想。今天我来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用淘米水来煮香肠。这样做不仅能使香肠更加美味，而且不会过咸，还能带来一丝淡淡的米香味。把淘米水倒入锅中，香肠也加进来，开大火把它煮开。水开以后，转小火煮15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马铃薯，首先将马铃薯对半切开，接着使用斜刀以45度角将其切成较厚的块状，然后再切成片，厚度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调整。切好后，将马铃薯片放入清水中，稍微清洗一下，以去除多余的淀粉。然后倒入清水，将马铃薯浸泡10分钟，以防止氧化变黑。再准备适量的洋葱，把它切成小块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条青辣椒，把它切成小块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几个大蒜，把它切成片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把它切成小段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准备3个鸡蛋，打入碗中，加入一点点的食用盐，半勺的胡椒粉，用筷子打散，把它搅拌均匀，使蛋黄和蛋白充分混合。直到混合物呈现均匀的黄色就可以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看看香肠，打开盖子，哇，真香，飘散出一阵淡淡的米香。轻轻把香肠捞出来，控去多余的水分，放在盘子里，稍微放凉一下。现在我们的香肠也放凉了，给它放在菜板上，轻轻地切，避免用力过猛，以免香肠变形。稍微切成厚点的片，如果切得太薄，炒出来容易散掉。全部切好后，给它放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马铃薯浸泡好了，把它控水捞出，放入盘中备用。接着再起锅，把锅烧热，然后加入适量的食用油。当油加热到一定温度后，将搅拌均匀的蛋液倒入锅中，先让鸡蛋稍微定型。待其定型后，再将鸡蛋炒散。
继续翻炒，直到鸡蛋表面微微焦黄。最后，将炒好的鸡蛋盛出，放入盘中。接着再起锅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把马铃薯放入锅中，把它炒至断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炒至像这样半透明状就可以了，把它盛出来，放入盘中。接着再起锅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放入切好的葱和蒜，炒出香味。随后加入香肠，稍微翻炒一下，目的是让香肠释放出多余的油脂，但注意不要炒太久，炒得过干口感会变差。大约炒50秒左右即可。接着将洋葱、青辣椒和马铃薯放入锅中，继续开大火翻炒，直到所有食材都散发出香气。把鸡蛋放入锅中，加入1勺的生抽、1勺的蚝油、半勺的鸡粉、半勺的白糖，再加入少量的清水，接着开大火翻炒均匀，让调料完全融化。我们需要炒的时间稍微长一些，以便让土豆片充分入味并炒至熟透。最后加入葱段，翻炒均匀。就可以出锅了，放入盘中。就可以开吃了，炒至葱段刚断生，这样一道香喷喷的香肠炒鸡蛋就制作完成了，看着真是令人垂涎，色香味俱全。每次做这道菜，我都会做一大盘，因为家人都特别喜欢。而且这道菜不仅美味可口，还非常下饭，做法也相对简单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个方法，香肠和鸡蛋的搭配真的好吃到让人惊叹，绝对是米饭的最佳伴侣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